12米长的杉木啊，2头一般粗，对吧？挺好，挺好。这个是自然生长的吗？这个联系，哎，你看这个联系不用。人工种的，我还找你干什么？人工种的不吃劲儿啊！哎，老肖，阴干的、烘干的，阴干的，烘干的不行。听见了吗？阴赶干的，紧帮我找啊！帮我问问，快点！阴干的吸水性弱呀，明白了吗？哎，对，咱们要求是不是有点太高了？高有高的道理，这回就算我师傅让他送轱辘金箍棒，我也得给他找。不行啊！啊，这个不行，这不行，换。哎，对了，我想起来，咱们谁有个亲戚是江西的，专门做木材收购的，在江西那片挺有名的。哎，谁是江西的？我听说好像二虎有个亲戚。哎，对，就是二虎。哎呀，二虎呀！哎，你看，这都是我们家的木材，你看一下。还是不太合适啊，谢老板啊，不用客气。谢谢厂长啊。没事，是的，好，欢迎常来啊，好，你先送啊，好，再见。还有多久到？还有1个小时。我三姨夫那个厂子，全江西都有名，什么木头都有啊。歇会儿吧啊。再快点。薛总，隔壁还有家厂房，就有点小，要不咱们去看看？算了，我看这几家都是一样的货。薛总，您看咱们的要求是不是有点高了？要不要？怎么样，明哥？我没说错吧？够大吧？啊，什么木头都有。行，三姨夫。怎么样？是阴干的，但不是野生的。哎呀，老板，这个你就把我开玩笑了。你要烧米厂的，人工种的能成材，野生的上哪边找烧米厂的？没有办法，我们就要求要野生的。那这样吧，你去找找看，你找到了，哎，300价钱5手。谢谢你，老板，我们到别处找。哎呀，我的乖乖！宣总，我们能问的都问了，托关系也找了，确实没有。这么大的连床，非野生的不行。你人工的，它韧性差，而且抬起来之后啊，它容易变形。而且人工的杉木呢，它吸水太大，你叫老主工怎么抬得动？实在是找不着啊。找不着，也得找。
明哥，三姨夫，三姨夫，快帮我来看看，三姨夫，快来帮我看看，哎，帮我看看是不是野生杉木？哎，我瞅瞅，来，没事，我瞅瞅。哎，是，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这就是野生杉木。拿手，看看，薛师傅来了。老薛呀，啊，快！野生杉木，自然阴干，没错吧？看，啊，这就对了嘛，啊，难得呀，那是，有年份的杉木啊。嗯。如今，像这么珍贵的野生杉木，那是凤毛麟角。你这徒弟啊，可是用了心了。这么珍贵的杉木咱们都找到了，那也算是讨了一个好彩头啊。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？是万里长征，这是第一步。哦，师傅，嗯，这功劳啊，不是我一个人的，还要感谢二虎。哦，哎呀，要没有他呀，我们这个头彩还找不着呢。是啊，这两个野生杉木啊不便宜。嗯，小敏，哎，你不能自己掏腰包啊。啊不，这都是小钱，我出就行。哎，薛师傅，啊，您和肖会长平时对我关照那么多，这2根木头我赞助了。你的心是好的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，还是按规矩来。行，老满，这钱应该我们出。说话，薛师傅，这2个料你要是认的话，钱的事儿您就放心吧，这不是有我呢吗？好，他说是正规的。对，师傅，您满意的话，把这木头给您送哪儿啊？好，小郭啊，哎，直接开回厂子，放到智联车间门口。好嘞。小心点啊！好吧，长度都够，足够了。薛师傅，哎，这料要是选定了，人是不是该选了？嗯，应该说红星厂的捞纸师傅们，都还是不错的，啊，条件也符合。现在剩下的就是，个头、臂长，这些都要达到条件。关键是要找到那个领头人，这很重要。师傅，让我来吧。薛师傅，让我也参加吧，我们都报名。老薛啊，我知道你是想找这个长梁队长。除了长连队长，晒纸、剪纸啊，都得要找个头。捞纸这一块儿，老满你最熟悉，你说话吧。哎呀，各有所长，还真不太好选。40多人的长梁队长，我可真没选过。你还是亲自看看吧。薛师傅，要不然这样吧，依我看，反正人都齐，符合条件的呢就都上，咱们一起去现场挑。好，走。走。大家手上的活都可以不用停，但是听我说2句啊。这个能造穿上3大指，就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。但是要是能当上这个长连队长，那就是无上光荣。薛永年师傅，你们都还记得吧？就是薛老师傅，之前咱们厂里的，他一会儿啊就来咱们这儿选这个长连队长，把那个看家的技术都拿出来啊。要是你们谁选上了这个长连大队长，我就请你们吃饭喝酒。薛师傅，哎，薛师傅，干活呢啊，师傅。
老轩啊，你看几个车间都看过了，那么多的师傅，就没有一个能够担得起长联师傅的？都是老师傅，手艺也不错，但是呢，要作为长联队的队长呢，都还不合格。这么多优秀的师傅，你就光扫一眼就能看出来？不用看，用耳朵。用耳朵？真正的行家不用看，只听一点水上水的声音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再没有了吗？符合条件的师傅就都在这儿了。这造纸这门手艺啊，只有捞纸师傅才是匠。这话不是没有道理。这个纸的形，它就具备着捞纸师傅的个性，这你知道。或者精进追求，或者桀骜不驯。总之，捞纸师傅他具有个性在，他造出的那个纸啊，那他才是活纸啊。我倒想起一个人来啊，谁呀？魏建之。魏建之。啊，今天单槽休息，他没来。对，他现在捞单槽。没人和他搭班，跟他搭班3天就受不了了。最后跟他搭班那个师傅，2个人差点吵起来。那为什么？那都是捞了20年纸的老师傅了，那他非说人家不会捞纸，干错行了，根本就没学明白。去他车间看看。啊，老轩啊，这个就是魏师傅捞纸的槽。哦，魏建之在这个槽上干了多长时间了？啊，小2年了吧？就是他，明天跟他见面聊聊。不是，薛师傅，那人您都没见着呢，你就觉得他行？8九不离10，你看看，你仔细看，啊，这是磨了一个小小的凹槽。你再看看别人的，那是平的，一小片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他的手稳。你再来看看他双脚站的这个位置，他经常站的地方都磨出了印儿，像是多少年都一直踩在这个地方。对呀，这说明他脚稳，手稳脚稳，就说明他心稳。他是个较真儿的人，像这样的人能干出好活啊。那就这么简单？一点儿都不简单。1连水靠身，2连水破心，双手定薄厚，双脚见精神，连起千层雪，只落万年春。你看，目前我们是开了34家店了，除了像这种个别的我们的位置选的不太好以外，其他所有的31家文创店盈利全部超预期。这么多呢？多吗？我看看。哎呦，你看看啥？看不多。我看看。别喝了啊！看不多。看看。行。你们能不能不老盯着那钱呀？能不能关心关心我？你不许再喝了啊！师傅选
长连的队长，他为什么不选我？我大弟子出马，平汤啊，我什么事儿都解决了，他都不考虑一下我的感受，他就站起来走，走，我就站在这儿，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，他就去选人了。他好歹他看我一眼，我心里也好受一点。哎呦呦，行，我去看一眼吧，你俩在这聊事情下去。没事，再吐一下就好了。走。他总这样，没事。那目前反正我们的势头是非常好啊，反正就是开一家就卖爆一家。我是想呢，集中一下现金流，然后马上开20家新店，要尽快上。你们不能只顾着钱。哎，那顾着啥？你们得顾着我们是 team 对吗？我们是一个团队，是不是？是。我为什么要不和我师傅奔那个窟窿？你知道吗？知道。你喝一口。你不当这个长连队长，还不活了？错。我是为了活得更好。我离开轩家。他们骂我背叛师门，我错了吗？我不认为我错了。肖明哥，你又不是红星厂的人，怎么选你？好，很好。哎，说的非常好。倒满。倒什么满呀？把酒倒满，倒满。坐。但是老爷子这次啊，那是跟红星厂的合作，是不是？那红星厂人才济济的，轮8圈能轮到你吗？啊，老爷子要是硬是把你给顶上去啊，一个20年没长连的徒弟给顶上去了，那他怎么跟红星厂去交代？不服众，明白不？明白。我要是你啊，我这会儿啊，我就盯着老爷子，跟在他身边，我能干什么干什么，什么打杂这是烧水啊、提鞋的，我能干什么干什么，用你的诚心，感动天地，老爷子能看在眼里的。有毛病吗？有。什么毛病？你为什么跟所有人都合作不了？我不跟没有人格的人做搭档。你怎么说话呢？谁没有人格？不尊重自己的手艺，跟糟蹋自己人格有什么区别？长连队长就是你了。但是，如果捞指队员都不服你，那我还得把你给换了。各位，好好准备一下啊！曹德庸到，04年进厂学习捞指，长连16年；张清良到，01年进厂学习捞指，长连18年；满小川到，捞指从业8年；叶盛开到，捞指工艺省级非遗传承人。黄不用介绍了，对吧？小满，师傅，还好吧？不如在轩家好。不过这话我爱听，你师娘更爱听。哎呀，马杆儿，师傅，你看看马杆儿好像是养好了啊。哎，师傅这说我长胖了啊。找着女朋友了吗？刚谈一个减脂的。那太好了，你师娘就是减脂的，像我。老叶，老薛，哎，薛师傅，知道你们感情特殊，我特意交代师权，也是。老叶啊，
心意我领了。我在想啊，你呢，该得的荣誉都得了，这一次能不能让给年轻人，让给下一代？嗯？好，我听您的。好兄弟，都不用介绍了，个个都是好样的。所有的师傅，我们都认识，而且也很熟悉。魏建之是你们的长联队的队长，有谁不服他，可以和他比捞指，啊，比不过那就服从。44个人，88只手，要像一双手一样，要做到这一点，团结一心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。魏建之，等会儿就带着大伙儿熟悉熟悉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好。老满啊，这个滑轮机械组啊，太棒了！我一看了之后啊，我心里那些担心，啊，想到那些困难，哎，全解决了。哎呀，老轩呀，得你一句夸奖可是真不容易呀！我看咱就把人员都定了吧，抓紧时间，争取后天咱们开始试捞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好。那剪纸工和晒纸工也都得定了吧？晒纸我就想找武同芳吧。这个人我了解，咱们就不做第二人选了。不够，再加2度。师傅，这已经是厂里晒纸的常用温度了。听我的，再加2度，快去！好的，师傅。哎，师傅，11米4长，定拐可不简单，哪怕稍微斜了1丝1毫，摔到那头就会出背墙，纸就废了。要不他宣永年找我呢？来来来，过来了，过来集合了。薛师傅，这厂里头优秀的剪纸工都在这儿了。您挑一个当队长吧。请师傅们把自己的右手伸出来，我看看。你干剪纸工，这活儿不下20年了吧？22年了。好，你这样，把你的脚啊抬起来，我看看脚底。好，这只脚。剪纸队长就他了。好啊，谢谢大家。这个老轩呐，眼睛是真毒。这啥意思呀？剪纸啊，这2边呢，经常在纸边上磨出来的老茧越厚，说明啊就越有经验。鞋底呢，2边磨损都是一样的，说明推刀剪纸的时候重心不偏，站得稳，走得稳。这是薛师傅。董事长，您放心吧，人都已经选完了，现在啊，我们在聊皮车间选料呢。薛师傅非常满意，预计我们后天可以开始试捞。好，您放心吧，这有我呢。好，哎，董事长再见。慢走，这怎么了？潦草还可以，对貂皮不满意。3个机队的样品都看了，都看了，这已经是最好的料了。那怎么办？哎呀，老轩真的是变了呀！要搁过去的脾气啊，能把这车间顶给你掀了。现在一声不吭，做那生闷气。是我们考虑不周啊！哎，老马，我想到了，咱们去找谢天意。老谢？咱可是好长时间没联系他了。你家的晒场呢？老您头年就去上海了，我那赛场就张度在那儿看着。
老谢做蓼皮的手艺，那可是天赐的。做蓼皮蓼草，我只敬老谢一个人。那咱们现在就去他家看看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。老轩啊，这可真不行啊！老轩，这不行啊！谢明霞，这些是你爸做的吗？一看你们就没买过我家料。他前年就走了。走了？做蓼皮累死的。要不要？要的话给你们便宜点。哎，你爸的手艺是所有做宣纸人都敬重的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怎么就学成这样了？能挣到钱叫手艺，挣不到钱，这都是个屁。我老婆在外面打工，我在家带老二，没办法，我才干这个破活，累死累活还挣不到钱，连个捡破烂都不如，还手艺呢。这样，你能带我到你爸爸的坟上去看一看吗？小谢，我呢错怪你了。我最喜欢有小心的人。我说几句话。老谢，我记得你曾跟我说过，做蓼皮蓼草就是用人皮换树皮。蓼皮蓼草这活儿，您是干了一辈子了。为了做出上好的宣纸，在你身上不知道蜕了多少层皮。但是做出来的活儿，那是真漂亮。我宣永年很敬佩你，所有做宣纸的人都敬佩你。很遗憾，你一走，就后继无人了。老轩啊，要不咱回厂子里，从材料库里尽量捡好的药，矬子里拔将军吧。老满，别人可以说这话，你可不能说呀。是，这话我是不该说，可这不是没办法了吗？要不，我们还是去你家晒场看看吧。走。这料可真好啊！
这做的多好啊！这没有8、9个月的功夫，它晒不成这样。是啊，这真是太好了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就在我手中啊！老满，啊，那是张度吧？这孩子像换了个人一样啊！你看他翻辽皮的样子，俨然是一个老师傅了。我真是没想到，做得这么好，真是白如雪，骨如金啊！全都做到了2根不搭边，石头不见天，这功夫做到极致了，能不好吗？老轩呀，你后继有人了。后继有人呐！张都，好样的！这个张度也是，你爸让他回来，他就回来吧，非说是舍不得那个晒好的辽皮。哎呀，现在做纸的人都少了，谁偷啊？咱这不造纸了，人家愿不愿意回来还一码事呢。这就是你爸心里最难受的地方，晒了那么多好的辽皮，又不做纸，又不卖，太可惜了。哎呀，哎，爸呢？刚才还在这儿跟我收拾东西呢。哎，明天3丈3就要试水了，他非要说自己住到厂子里亲自盯着，他也不想一想，人家那些工人不下班呀，谁陪他呀？我说我陪吧，他还不愿意。哼，行了，妈，随他去吧啊。关键是我怕他一个人在那儿吃不好睡不好，他那个腰我又不放心。你呀也别操心了，这中午呢还有食堂，晚上我去给他送饭啊，你也好好休息休息。说好了啊。来来来，把这个装进去。还有啊，来来来，这图纸还有我这本书。我来。这可不能压了。那是，你跟你师傅联系了吗？啊，联系了。他情况怎么样？正在化疗呢。我师姐每次给我打电话呀都哭，应该是挺遭罪的。我师姐还说了，我师傅每天都在吃止痛药，写2个小时的大字儿，就怕这时间一久了，手生了，怕不好。我明白了，现在关键的关键是时间。好了吗？好了，咱们走。走。哎，药我给你放在箱子里，你按时吃啊。还有那个腰带，我都给你放在箱子里了。我看做的不错的。
来，准备好。起！连下水下不去啊！稳住！起！挂钩！走！它这个水呀，吃水多了，所以滴水的时间要长一些。准备好，起！小轩啊，准备，走！来，我们到这儿来。稳着，稳着，稳着放，走。两边要匀，两边要匀。1、2、3，起！1、2、3，起！起！老轩啊，保护不均匀，有气泡，有水洞，废了。动作不协调，不统一。不过没关系，啊，我看他只要起水了，那就是说我们赢了。看来这个只有多练，多练之后才能心中有数，多练呢才能找到正确的感觉。大家说是不是啊？师傅准备，我们准备2捞。开始！1、2、3，入水。好，稳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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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端平了。你看，老满，这次比上次要强多了。嗯，它平了。师傅，哎，让我试试吧。啊，让我试试。啊，好，准备啊！
腿有一点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纸再捞厚一点，打这个纸要厚。往这边转身，是不是重心腿得使劲儿啊？这一使劲儿，这肌肉是不是得紧绷啊？踩实了，一使劲儿，啪的一下，那连床可就出去了。当时我紧张的是大气都不敢出啊，那手上动作我都不敢干，就光顾着看着大腿肌肉了。你们猜怎么着？不是一起鼓的，这说明什么呀？动作不统一，哎，协调性不够。哎呀，真应该让你上啊！就应该让我去，我要一去，练几天就行了。那人家也得多练的。是，魏建之技术是不错，但那体格跟我比起来能一样吗？啊，你看我这体格啊，能一样吗？确实啊，你倒是膀大力不亏的，就是这英雄无用武之地。英不英雄的不敢说啊，主要是底子好啊。小时候师傅教的好。照这么看呀，不下一番苦功夫是难见成果的。哎呦，那我得跟廖主任和桃子说一声呢。他们本来要去拍视频的，他们在那儿叽叽呱呱说一堆，这轩叔叔肯定压力更大。赶紧赶紧。行，那等不成再续吧。捞了多少张？记清了没？190张了，没有一张合格的。哎，徐伟神到了啊！开工了，开工了，干活了啊！徐伟神到了，开始干活。干活了，干活了，干活了，都聋了吗？催什么催啊你？捞了10天了，捞出什么来了？就这么捞下去，捞1个月有什么用啊？是不是？是啊，有用。幸运的，还捞几天？你给个准数，给个准数，对不对？捞不出3丈3，你就得接着练。到底什么时候捞出来？我们不能一直耗着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耗着。你问我啊？我还想问你们呢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捞不出纸，怨我们了是不是？怨我们！少说人吧，说清楚。你们还不乐意了？瞧你们那个熊样，一群窝囊废！哎，你还整上了？你谁干的？谁窝囊废？你什么？你走了，这活怎么干？小辉，怎么了？歇会儿。老魏，老师傅，你干嘛去？肖总，你正好来了，就这么天天干，真不是个事儿啊！他魏建之是单操啊，我们不一样啊。我有一放假，我的台来全歇了，他们都有生产任务啊，这样下去，他们的产量都无法保障啊。还有晒纸和剪纸的，2人包，2人晒，1人剪，我们是一个团队。如果他们不同意，他们肯定是有连累的。偶尔这样搞一下还行，照这么搞，如果时间半个月的，我们的生产任务怎么完成啊？是不是？好，都少说2句。你们着急，薛师傅更着急。我们现在正在全力以赴地为大家想解决的方法，我们不要耽误时间了，我们先练起来好不好？行了，薛总、马工、焦总，你们都在啊，你们可以不给我一个明确的态度，但是我要替我的班组明确态度。这么着好不好？明天、后天、礼拜天放假，我不放，我带着我的班底加班来干。如果能干成更好，干不成我也没有办法了，我退出，我也退出，退出。好了好了，我们都知道了，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2天，2天以后如果还不行，我换人。满工说话算数。哎，老蒋，大家放心啊，满工说话一定算数，说2天就2天。咱们今天先把活干了，先动起来行吗？
走走走走走。行，干活，干活。上把劲儿，走，2天啊！老玄，要说这段时间有没有进度？有，但是太慢了。工人们的力量都到了极限了，大家有点牢骚，他也能理解。可咱们没有44个能捞纸的大力士啊！老马，我觉着大伙儿还是缺那股拼劲儿。厂里的生产任务太大了，我们顶的压力也很大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再给我些时间，明天我亲自上。你身体行吗？不行也得行。哎呀，这累死累活的捞出100多张纸来，没挑出1张合格的。哎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啊，咱们捞出的纸跟合格的差距还很大，这就麻烦了。想在短时间内看到效果，这是不可能了。不出1个礼拜，肯定乱套。不信你们就看着。还1个礼拜，你没听人讲吗？明天星期天就是最后一天，明天要是捞不出来，他们就都散摊子了。薛岩，你敢不敢来的再晚点啊？我们家辛总每天跟你待的时间比跟我待的时间都长，我都吃醋了。哎呦，别胡说！来，你坐，你坐。我们今晚设计要定稿，我忙着呢。哎，不用你坐，你坐。啊，谢谢。怎么样啊，大家喝着呢？今天捞得不错呀。什么呀？捞出100多张纸来啊，没有1张合格的。啊？什么情况？哎呀，纸是能捞出来，不过破损的严重。现在基本上是捞1张废1张。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？这么多人配合的，这个我们都没搞过。师傅想多练，但我觉得这不是多练的问题。轩呀，我说一句啊，你回去吧，好好劝劝你们家老爷子，这长联的事儿就让肖会长来。那个魏建之啊，镇不住这么大场面。我不是没跟我爸讲过，那我们家老爷子那脾气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说多了他烦啊。而且啊，这明天是最后一天，明天要是捞不出来，这工人们啊可都不干了啊！不是这么严重呢？你要是真能作画，我宣永年一定能做出来你想要的3乘3。你要能做出来，我就一定画。你要能画，我就一定能做出来。就为了你这张纸，我死不了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喂，小江老师吧？我是宣城金县的宣永年。啊，宣伯伯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就想问一下，我们江大师的最近的情况怎么样？目前这段时间放化疗情况还好，基本都稳定着。能好转吗？恐怕不
行了，癌细胞已经转移。转移了。其实我本不应该问这样的事情，因为我现在正在紧张地搞3+3的宣纸。我想知道，医生说没说还剩多长时间？可能也就2、3个月吧。医生也不太好预估。他说我爸能坚持下来，全靠一口气撑着。我爸还说，等3+3造好了，他要亲自去验。我知道了，不打扰了，不打扰了。师傅，我来看看您，您快坐。这是刚炒的菜，还热乎着。我在食堂已经吃过了，而且我也不饿。那我陪您喝2杯。咱们爷俩好长时间没喝了。师傅，这些天你辛苦了。这些天，我也一直在想，为什么这纸捞不成？我们都知道连床吃水重量会加大，更何况像这么大的连床。所以我觉得，即使用再好的杉木，上水下水之后，这连床多少也会有一些变形。如果两边的人力量掌握不好，那么浆水就会在这连床上呈 S 型，这样纸就捞不匀了。从表面上看呢，人多，它力量的均衡和力道，它就很难做到一致。但是，从深处上来讲，我老了。江泽流现在撑着一口气，我呢，我差一口气。顶不住了。师傅，这口气徒弟给您几听。现在老师傅们都没这个心气儿了。明天如果说再不成功，那3+3就得下马了。所以明天无论如何，我拼上老命，我也得亲自上。老轩啊，气泡和水冻的问题还好解决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不均匀呐。师傅，这不太行吧？
这老太太的裹脚布，还是比这纸还平整些，没法晒呀。咱们还是回去踏踏实实晒小尺去吧。啊，万一没有万一，他就也不宣师傅啊，宣师傅，我们就不在这儿等了，这都等了10天了，我们还是回去晒我们的小纸去啊！你们先辛苦着啊，走。这样啊，我们来做一件事儿，先不是捞纸的，下面听我的指挥。我站在那儿，面向我，排队，快来，快点，面朝我。好。第2、4、6、8、10，以此类推，到两边，成4排，纵向，面朝我。我们现在呢，做个小游戏，小比赛。什么比赛，师傅？掰手腕。掰手腕。现在这2排有点意思啊。面朝面，快。有啥意思啊？搭手。你师傅这是不打算捞纸了？蹲下。改玩游戏了？哎，差点。听我口令，两边人给他们加油啊！1、2、3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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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！加油！你们退后面，后面的师傅往前面来。蹲下。搭手。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？决出手劲最大的，研究着换长联。开始。这跟长联有什么关系？要我说，就把那队长换了啊，换将如换刀，让民歌上就全办了。行了，小点声。好，赢了的师傅在纸槽那边，输了的师傅在纸槽这边，快！快！一年水好深，去看看。站好。我为什么要这样啊？就是因为赢了的长联，输了的抬联，让大家这个力量比较均衡。均衡的纸浆在上面之后呢，它就会匀，不匀才产生气泡这一类的问题。这个好多了。老轩呀，你这个手腕可是没白掰呀，好多喽。比起前2天来说，是好多了。但是老满还达不到要求啊，还得要加紧练才行。是。各位师傅们，为了3丈3这张我们从没有见过的宣纸，我们这些宣纸人已经是干了10多天时间了。虽说比刚开始进步了不少，但结果还是差口气，不满意、不理想啊！难道我们就放弃了，投降，我们就不干了吗？我跟所有师傅们一样，
这心里都特别着急。